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这个事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贴近你的生活，因为它关系到你辛苦赚来的每一块钱。你有没有发现，银行的存款利率好像越来越低了？钱放在银行里，是不是感觉越来越不值钱了？如果你有这种感觉，那恭喜你，你的直觉是对的。今天我就要揭露一个银行绝对不会主动告诉你的秘密，你的存款正在悄悄缩水。这可不是在吓你，而是一个真实存在，却常常被大家忽略的问题。不过别担心，今天我不会只说坏消息，更重要的是，我会分享3个实用且能让你深入理解的方法，教你如何让你的钱反过来为你工作，而不是让它躺在银行里，眼睁睁看着它贬值。在揭示解决方案之前，我们必须透彻地理解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你的存款会缩水？这背后是金融体系中最核心的2个概念在起作用：通货膨胀和银行的盈利模式。我们常说的通货膨胀，不仅仅是物价上涨那么简单，它更深层次的含义是货币购买力的持续下降。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稍微回到货币的本质。货币本身并没有价值，它只是一种交易媒介，其价值体现在它能购买多少商品和服务。当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增加，而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没有等量增加时，每一单位货币所能购买到的东西就会变少，这就是通货膨胀。想象一下这个场景，10年前，你拿着100块新台币可以买到满满一篮子的日常用品。今天，同样的100块新台币，你可能只能买到半篮子，甚至更少。这就是通货膨胀对你购买力的侵蚀。如果你的银行存款利率是 1%， 而当年的通货膨胀率是 3%， 那么你的钱表面上增加了 1%， 但实际上，你为了买到同样的东西，需要支付的成本增加了 3%。这意味着你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 2%。这 2% 的损失，就是通货膨胀这个无形小偷从你口袋里偷走的。更具体地说，通货膨胀的成因复杂多样，包括但不限于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结构性通货膨胀，以及最直接也最普遍的货币超发。当中央银行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大量印钞并注入市场，导致货币供应量远超实体经济所需，货币的价值就会被稀释。近年来，全球各国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复苏，普遍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即降息和量化宽松。台湾也不例外，中央银行会根据经济状况调整利率政策，当利率处于低点时，就意味着存款的利息收入相对较低。这种趋势直接导致了我们当下感受到的持续性通货膨胀压力。你的银行存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如果不进行有效的管理，其购买力下降几乎是必然的趋势。那么，为什么银行不给你更高的存款利率呢？这背后是银行的盈利模式在作祟。银行的核心业务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他们从储户那里以较低的利率借入资金，你的存款，然后以较高的利率将这些资金借贷出去，贷款给企业或个人，从中赚取利息差。为了最大化这个利息差，银行自然会倾向于尽可能压低存款利率。此外，在经济下行或央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时，银行的贷款利率也可能随之下降。为了维持利润率，他们就会进一步下调存款利率。对于银行而言，你的存款是他们的原材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石。他们需要大量的存款来支持其贷款业务，并满足金管会的资本适足率要求。因此，银行不会主动告诉你，把钱长期放在低利率的存款账户里，你的财富会逐渐缩水，因为这与他们的商业利益相悖。你可能认为银行是安全的港湾，把钱放在银行里至少不会亏损。从名义金额上看确实如此，你的1万元永远是1万元。但我们前面强调过，关键是实际购买力。如果你为了保障名义金额的安全而忽视了实际购买力的下降，
那就相当于把财富冻结在了低效的资产中，眼睁睁看着它被通货膨胀蚕食。这是一种隐形的损失，比直接的投资亏损更具迷惑性，也更容易被忽视。既然我们已经清楚了存款缩水的底层逻辑，那么接下来就是核心，如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让我们的钱真正动起来，为我们创造价值。以下3招，每一招都值得你深入学习和实践。一、深入理解并配置指数型基金，构建长期稳健的财富基石。我们已经提到指数型基金，但要真正理解它的价值，需要更深入地探讨其背后的投资哲学和运作机制。指数型基金是一种特殊的基金，它不追求超越市场，而是追求复制市场表现，获得市场平均报酬。它通过购买指数中包含的所有成分股，或者按照权重比例购买来模拟指数的走势。例如，投资追踪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基金，就意味着你间接投资了台湾上市市值最大的公司，如台积电、联发科、鸿海等。你不需要关心哪家公司未来会大涨，你相信的是整个经济体的长期成长。指数型基金的优势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极致分散化风险，你不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更是把鸡蛋分散到了几百甚至上千个行业领先的篮子里。即使某一两家公司出现问题，对整个指数型基金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这大大降低了单一股票投资的非系统性风险。其次是长期历史数据支撑。纵观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股票市场，在足够长的时间周期，例如10年、20年甚至更长内，都呈现出持续上涨的趋势。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企业获利能力提升、科技进步、人口成长等因素都在推动着经济总量扩张。投资指数型基金就是赌国运，赌人类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相对确定性更高的选择。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再者，指数型基金拥有超低管理费用。相较于主动型基金，它的管理费用通常非常低，例如每年 0.03% 到 0.2% 不等。这笔看似微小的费用，在长期复利效应下，能为你节省大量的成本，保留更多的收益。最后，它操作简便，极度适合普通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时间，也没有专业的知识去深入研究个股。指数型基金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只需要选择你相信的代表经济核心的指数，例如台湾的元大台湾50 0050或富邦台50 006208，他们都追踪台湾市值前50大的上市公司，是投资台湾经济成长的良好选择。另外，你也可以考虑投资追踪全球股市或美国主要指数的 ETF， 例如美股的 SPY SP500 ETF、SPY 或 Vanguard Total World Stock ETF、VT， 这些都可以透过台湾的券商付委托交易或海外券商账户购买，然后进行定期定额投资 Dollar Cost Averaging。 定期定额投资的精髓在于，无论市场涨跌，你都固定投入相同的金额。当市场价格高时，你买到的份额少；当市场价格低时，你买到的份额多。长期坚持下来，你的平均持仓成本会得到有效平摊，有效规避了追涨杀跌的人性弱点。关键提示是，投资指数型基金最重要的不是短期的涨跌，而是长期持有和坚持定投。不要试图预测市场，让时间成为你财富增长的朋友。2、优化短期闲置资金配置，发掘高于银行定存的低风险机会。对于那些短期内可能需要动用，或者你希望风险极低的资金，直接放在活期存款账户里无疑是巨大的浪费。
这时候，你需要的是能够提供更高收益，同时保持良好流动性的产品。主要的选项是货币市场基金 （Money Market Fund，MMF） 和银行或金融机构推出的短期理财产品。货币基金的本质是主要投资于短期、高流动性、低风险的货币市场工具，例如国库券、银行短期存款、商业票据等。它们风险极低，被认为是现金的替代品。其优势在于高流动性，大多数货币基金支持 T+0 或 T+1赎回，即当天或次日即可到账，方便你随时取用。收益率优于活期，通常能提供比银行活期存款高出数倍的年化收益率，有些甚至能媲美银行定期存款，但流动性更好，以及风险极低。由于投资标的性质，亏损的可能性非常小。在台湾，许多银行、投信公司或证券商的财富管理平台，例如银行的基金平台、基富通等，都提供货币基金产品。你在选择时，可以关注其历时7日年化收益率、基金规模以及赎回规则。至于银行或金融机构的短期理财产品，它们种类多样，可能是银行发行的结构型商品、定期存款的优惠方案，如限定天期、新台币优利定存，或是券商、票券公司推出的短期票券。它们通常有明确的投资期限，如7天、30天、90天等，和预期收益率。优势是收益率通常高于同期的定期存款，且风险相对较低。但你在选择这类产品时，务必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了解其投资标的、风险等级，是否有保本承诺、赎回规则和提前赎回法则等。有些产品可能存在一定的非保本浮动收益风险，需要你仔细甄别。通常来说，由大型银行发行的短期理财产品风险相对较低。实践中，你可以先梳理你的资金，将其分为日常开销、活期存款、短期备用金、3至6个月生活费、可放货币基金或短期理财、长期投资资金、可用于指数型基金。接着，善用银行 App 和在线平台，很多银行 App 现在都集成了各种理财产品，方便你直接购买。最后，如果可能，将一部分闲置资金设定为自动转入货币基金或银行的零存整付优惠专案，实现躺赚。通过有效利用这些短期高息产品，你的每一分闲置资金都能为你创造价值，而不再是躺在账户里被通货膨胀蚕食。这是实现钱生钱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3、持续投资自己，打造你的超能力财富增长引擎。前面2招是关于钱生钱的策略，但第3招，我认为是所有财富增值策略中报酬率最高、风险最低且永不过时的投资你自己。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知识和技能的更新迭代速度惊人。如果你不持续学习，你的价值就会被市场淘汰。而如果你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知识边界，你的收入潜力就会无限扩大，这带来的财富增长将远远超过任何金融投资的回报。投资自己是超能力财富增长引擎，因为它能产生收入乘数效应。你的薪资收入是你的本金，你的技能就是这个本金的乘数。提升技能可以让你获得更高的薪资、更好的晋升机会，甚至开创副业或创业。想想看，月薪从5万元提升到8万元，这额外的3万元每月，每年就是36万元。这比你把钱存在银行里赚的那点利息要多出太多太多。此外，它还是抵抗通货膨胀的终极武器。当你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通货膨胀率时，你的实际购买力是持续提升的。你赚的钱越来越值钱，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增值。更重要的是，个人成长具有非线性增长潜力。很多金融投资的回报是线性的，但在个人成长领域，通过学习新技能、建立新的人脉，你可能会发现非线性的职业发展机会，甚至能创造出全新的收入流。例如，
学习程式设计可能让你进入高新科技业，分享知识可能让你成为一名线上讲师。最重要的是，知识和技能一旦习得，就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夺走。他们会让你更加自信，更有适应力，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你都有能力去创造价值。要具体实践投资自己，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终身学习规划，制定清晰的学习目标。你想在哪些领域提升？这些技能对你的职业发展有什么帮助？这包括深化专业技能，例如参加职训局或大学推广部的课程，考取专业证照，拓展通用技能，如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批判性思维、专案管理能力，以及最重要的财商教育。系统学习个人财务管理、投资原理、经济学基础知识，能够让你更理性地做出金钱决策，避免盲目跟风。其次是阅读和思考，每天抽出固定时间阅读高质量的书籍，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构建思维模型。再次是拓展人脉圈，积极参加行业交流活动、社团或课程，认识更多优秀的人，获取信息、机会和灵感。最后也是最基础的是关注身心健康。健康是所有投资的基石。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才能让你有足够的精力去学习和实践。请记住，投资自己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每一次的学习，每一次的尝试，每一次的成长，都是在为你的未来财富累积复利。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对自己的存款和财富管理有了全新的认识？银行的秘密其实就是通货膨胀和银行盈利模式，它们正在悄悄地侵蚀你的财富，但这种侵蚀往往是隐形且不易察觉的。但好消息是，你现在不仅知道了这个秘密，更掌握了反击的方法，并且对这些方法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一、深入理解并配置指数型基金，放弃猜测市场的想法，拥抱市场平均报酬，通过长期定投分散风险，让你的资金搭上经济成长的快车。二、优化短期闲置资金配置，不再让备用金和零钱在低效的活期账户中沉睡，利用货币基金和短期理财产品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三、持续投资自己，认识到个人价值的提升是最高报酬的投资，通过不断学习和成长，打造你独特的财富超能力，实现收入的非线性成长。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让你的钱傻傻地躺在银行里缩水了，主动出击，让你的钱真正为你工作，让你的财富不断增值。记住，理财不仅仅是关于金钱的数字游戏，它更关乎你对未来的掌控力，以及你不断提升自我价值的能力。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想从哪一个方法开始尝试呢？关注我，我是财之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